最近，美国又开始在拉小圈子围堵南海。在英航母走后，日本也派舰艇偷偷来了。据南海态势感知消息，8月9号上午，日本海上自卫队濑户雾号驱逐舰由北往南穿越南沙群岛，位置在美济礁和仁爱礁之间。原本这艘军舰在6号刚从马六甲海峡返回，应该是在返回日本途中，却来了个回马枪，由北往南偏离正常航线，挑衅意味十足。在同一天，有件事需要注意，这或是组合拳。在8月9号，中美在联合国安理会海上安全问题上就南海议题展开交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警告，南海或任何海域的冲突都将对安全和商业造成严重的全球后果。在南海看到了船只危险相遇和推进非法海上领土主张的挑衅行动。随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带兵强烈反击，美国才是南海稳定最大威胁。菲律宾所提仲裁案的裁决也是无效的。美国口口声声要维护海上安全，美国却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都没参与，没有资格在南海问题上说三道四。分析称，这次日本突然进入南沙，似乎就是配合美国在安理会的发言，想要把南海问题国际化，方便让外来势力直接插手地区内事务。其实，日本一直是介入南海的急先锋，只是日本挑事多，做的却很少，乐于充当幕后军师，避免直接对上中国，从而影响经贸关系。虽然日舰很少来南海，但是来南海的舰机都跟日本有莫大的关系。无论是英国航母，还是准备来南海的德国军舰，最后一站都是日本。还有稍早前来的法国军舰，甚至还和美日澳举行了夺岛作战演习。以访问日本为名，其实就是要在南海宣扬航行自由。日本更是明里暗里怂恿鼓动欧洲、东南亚等盟友来挑衅。然而现在，日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从幕后走到台前，直接派军舰来了。日本已经按耐不住战略焦虑下的冲动，想在南海、台海问题上挑头，制造舆论，诱使美国和盟友来闹事。下一步，日本很可能会施压美国及其盟友做出更危险的动作，给他们下套。而中国也不该陷入被动。最近，解放军南海大军演中，就有欧洲卫星发现解放军出动了近30艘舰艇，包括山东舰055万吨大驱、075型两栖攻击舰等精锐，足以镇住一些宵小。此外，还有2个手段能直戳其死穴，我们应该效仿俄罗斯。前不久，俄罗斯宣布将在南千岛群岛修建51座军事设施，日本都不敢作声。我们也应主动在钓鱼岛主动出击，同时琉球问题也应提上日程。日本已经撕破脸皮，我们还有什么好顾忌的？随着疫情在中国蔓延速度逐渐被控制住，我国在2021年初就邀请世界卫生组织来华对新冠溯源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当时公布的调查报告也充分证明，病毒传播的主要原因并非来自武汉实验室。不过时间才间隔不到1年，不知道是不是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谭德赛现在彻底倒戈对华下手，一改之前的说法，立场不再公正，开始站在美国人一边，一起对我国进行抹黑，甚至还提出要求世卫组织人员再次来我国进行调查，这种毫无道理的要求，实在让人难以相信这是一位科学家应该说出来的话。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近日，就在全球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累计突破2亿大关的时候，谭德赛再次刷新了他的下限。据澎湃新闻的消息称，我国作为极少数具备独立研发疫苗的发展中国家，因为此次德尔塔毒株的爆发，所以提出了是否要不要普及第3针，研究该不该打加强针这一问题。然而在这紧要关头，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却突然站出来表示，各国注射强化疫苗，言语中直接点名中国不该打加强针，应该先保证穷国的第1针。虽然说我国目前的接种率确实很高，可事实是德尔塔变异株已入侵我国国内，并在短时间内蔓延至我国多个城市。尽管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和信心去打赢这场防疫保卫战，但研究疫苗加强针也是一件特别有必要的事情。据当前公开资料显示，在国内疫苗接种量已近18亿剂次。别看这数字很多，但远远未达到此前钟南山院士提出的90%的接种率。所以不夸张地说，谭德赛让我国放弃第3针计划，就是让我国放弃抵抗。至于他所提到的保证穷国的第1针，我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拿着自家的第3针来为广大的第3世界国家提供第1针接种了。截至目前，我国已向世界各国捐赠了超过2600万剂疫苗，为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5亿多剂疫苗和原液，这些数字占到了全世界疫苗总产量的1/6，所以该做的我国都已经做了。最后不得不说，我国还是太仁慈了。这要是美国面对我们这种局面，恐怕早就甩锅了。什么大国风范，完全不存在的。
就连世卫组织这样关乎人类未来的组织，美国都要将其政治化。为了一己私欲，谭德赛竟然也附和美国人的举动，与他们同流合污。那么对于这种人的反对，我国也就完全没有理睬的必要。8月9号，联合国安理会上，中美再次发生了激烈交锋，并且这一次依然是美国率先挑起来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回更是亲自上阵，对中国大放厥词，在指责中国的时候，还用上了霸凌这个词。先大致的描述一下布林肯所表达出来的意思。布林肯表示，在南海以及任何海洋上，所有破坏规定的动作都是在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在南海，我们看到了船与船之间的碰撞，中国恐吓和霸凌其他国家以及地区，非法推进海洋绳索，阻止其他国家合法获得海洋资源。鉴于此，美国对周边国家以及地区表示郑重关切，希望安理会以及南海周边的国家明白，中国继续这么下去，这里必将发生冲突，到时候这里的商业安全都将受到威胁。这话说的着实有点意思。中国这些年安安稳稳地发展自身，在美国没有到达南海之前，诸多周边国家和中国的关系都很好，偶尔有一点小摩擦也无法撼动国家之间的友谊。反而是自从美国正式开到南海，试图与中国军事对抗之后，南海局势一再风起云涌，总给人一种大战即将爆发之感。而且之前美国多次在公海随便找个理由就扣押其他国家合法捕鱼的渔船，并且直接收缴渔民的收获。如此种种，布林肯的这番话与其说的是中国，不如说是那美国的斑斑劣迹往中国身上糊。值得一提的是，布林肯在线上会议上再次大放厥词，想给南海的海上安全造势，结果却当场就直接被中国代表发言驳斥了。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美国又被中国骂了。距离上一次舍曼访华被骂，尚且没有过去多久，美国就又撞中国枪口上了，还真是令人喜闻乐见。据悉，中方代表带兵大使表示，美国凭什么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说三道四？作为域外国家，美国自己都随随便便就把军舰、军机开进南海，还不断公开在地区国家间挑拨离间，这本身就已经成为了南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不得不说，确实总有人皮痒见骂。美国如今对中国手段几乎都是一个模样的，先给中国安一个罪名，然后用言语把中国树立到其他国家的对立面去，试图拉拢所有国家一起抵制孤立中国。这一点从世卫组织上，从新冠溯源等问题上展现的可谓是淋漓尽致。而之所以美国这样，就是吃定了中国除了语言反击，并不能对美国有多大的反击伤害。而且虽然是假的，但是说的多了，总有人愿意相信的。毕竟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这话可从来不是说说而已。美国这般做法，虽然一次两次对中国无法造成伤害，中国也能直接反击回去，但是日积月累之下，中国总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就像国人说的，像美国这种情况其实就是欠打，该狠狠打一顿，知道痛了也就好了。所以对于美国，中国不仅要严正驳斥，同样也要给一点颜色瞧瞧。放眼当前的国际局势，在美国的干扰之下，着实是不太乐观。对于中国，美国政府更是特别关注。自中国展露出强势的崛起势头之后，美国就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到了中国，开始强力打压中国。尤其是拜登上台以后，美国对中国的干扰就极为普遍，打压的手段也是变幻莫测。其中拉拢其他国家围堵中国就是美国惯用的手段。不过，虽说美国很想用这样的手段来孤立中国，但是现实却没有美国想的那样如意。之前拜登在 G7 峰会上想拉拢西方国家围堵中国，但被法、德、意等国拒绝。现在美国又想拉拢东南亚国家，但是从当前局势来看，美国的这项计划还是不太成功。据《环球时报》相关消息报道，近日新加坡媒体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高官轮番串门东南亚为哪般》的文章。文章指出，美国近期逐渐加大了访问东南亚国家的频率。相关消息透露，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将在今后几日内访问新加坡和越南。之前从未感受到美国的热情，如今美国加快了访问的脚步，声称要加强与各地区的合作，这样的行为还真是有些受宠若惊。不过，美国真正目的其实一目了然，就是为了围堵中国，才开始争取与东南亚合作。正所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有分析称，美国总是想着如何压制中国，才去访问这些东南亚国家。他们表面上声称增强与地区之间的合作交流，但是实际上就是想打着合作的名声，却拉拢这些国家来围堵中国。但是从媒体的报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其实东南亚国家根本没有想跟随美国的脚步来围堵中国的想法，所以才公开对美国高官的行为发起了质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国家还不敢亲美，那么之后的进展如何，就要看美国怎么出招了。
美国想极力拉拢围堵中国，但是这些国家都不愿意跟随美国的脚步，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中国的王牌到底是什么呢？俄罗斯媒体近日发表文章称，哈里斯的亚洲行不会成功。文章认为，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的访问东南亚之旅将会一无所获，因为美国没有能力与中国在这些地区竞争。美国虽然声称重返东南亚，但是实际上就是在推动反华，而这样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因为中国如今最大的王牌就是经济实力，这些地区已经与中国建立了稳定的经济联系，所以东南亚地区不可能跟随美国的脚步与中国发生矛盾，除非他们想断送自己的后路，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说，美国还是早日放弃和中国作对的想法吧。如今的中国繁荣昌盛，想跟中国作对，那只能是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有经济这一张王牌，想拉拢其他国家围堵中国，那更是痴人说梦。